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被问睡前想啥，王一博竟这么回答。王一博这种让人觉得搞笑的回答可不止这一个。小编记得，以前好像是王一博的组合出道1周年的百问百答。有人问到，组合的成员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躺在床上都在想什么？盛柱说，关于未来的想法。逸轩说，感恩，总结今天的收获。程演，回想那天学习的，考虑那天想做的，想明天要做的。总之大家的回答总结起来就是看起来特别正能量，特别努力，让人一听就觉得这些孩子好有上进心。只有我们的酷盖直接来了一句，明天穿什么？哎呀我的妈，小编只能说，这真的是小编听到过的最单纯不做作的想法，又直接又符合酷盖的个性，丝毫不矫揉造作，反而会觉得弟弟是一个长在笑点的人。王一博搞笑的事情可不止这一件，还有当主持人问到公开的11支练习视频中大家最喜欢的一支是哪个，盛柱的回答是 Battle Scars 唱歌视频。程演，第6支。逸轩，最后一支。王一博直接来了一句，有我的。瞬间有点心疼主持人，觉得他采访王一博太不容易了，有种分分钟就要垮的感觉。不过真的是很好笑有木有。还有就是当主持人让他们分别对10年前的自己和10年后的自己说句话。盛柱，10年前，盛柱啊，快点学唱歌；10年后，盛柱呀，和 Bruno Mars起唱过歌了吗？程演，10年前，程演呐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记得做想做的事和愉快的事。10年后，现在的程演，你快乐吗？一定要愉快的做想做的事。逸轩，10年前，不要迷茫，相信自己。10年后，兄弟们，最近忙什么呀？问汉，10年前，你太嫩了；10年后，你太帅了。王一博，10年前，努力；10年后，再努力。真的是社会我酷盖，人狠话不多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王一博依然是整个采访中话最少的仔。偶然多了是必然。从概率学角度解析博君一笑孰真孰假。王一博这2天属实有点不太消停，先是奥氏里来个真人出镜，虽然秉持着一贯的帅不惊人死不休的原则，但其中有些小点缀让我都瞪大了钛合金狗眼，红绿黄一片缤纷，小头像小拳拳一样不落，再配上酷盖那似笑非笑的一弯含情目，似喜非喜的2簇拢烟眉，感觉这要是不加带点什么私货的话，都对不起这一顿折腾。接着就是酷盖日本香奶奶一游的机场照，又如静水深潭中投入一块石头，引发一连串的案例，有猜衣服叠痕的，有考古耳机的，还有地理大神借机科普了一下衣服前的小白花串的前世今生的。再联想到一个刚官宣了危机武德的婚庆杯，结果另一个事先就拿了同款的送礼，一个代言了碗，另一个就代言洗碗机，关键还是同一天上线。一个去了西安拍戏，另一个马上就有了西安特产的梨吃。一个刚抱怨车厘子有点酸，另一个马上空投5A，结果那位放开了肚皮吃，一嘴塞3车厘子，还上了热搜。一个不会做饭的，从剧组回家居然带回来全套的锅碗瓢盆。一个酸奶见面会，据说衣服还撞了衫，
更遑论那句差点让人惊掉下巴的他喜欢搬家露营。要再溯本追源，都能刨根到天天向上的花海里，仿佛从那时起，各种的壮衣壮貌，出镜率超高的几个数字，耳返、小骨头、牛头链、皮箱、手机、工作人员，就像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一样，这二人有了太多的交集。那么偶然多了是不是导致必然？那就请让我继续云山雾罩，咱也借以断疑段伯君一消是真是假。从科学的角度说，这是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哲学命题。偶然性是指事物发展以及变化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情况，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那样发生的情况，是不能预测的。而必然性是指事物发展变化中的不可避免和一定不移的趋势，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。认识事物的必然性就是认识事物的本质。这二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，主要表现在：第一，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现象表现出来，由此为自己开辟道路，没有脱离偶然性的纯粹必然性。第二，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必要补充，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并受到其制约，没有脱离必然性的纯粹偶然性。第三，必然性和偶然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。果真科学就是博大精深，这一顿科普下来，估计普遍头大。那么喵猪化繁就简，三句话阐释之。一、偶然是随机的，必然是本质的。二、偶然堆叠到一定程度，必导致必然。三、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就是大量的偶然性。如果还不太清楚的话，那就允许我翻译成大白话，就是此二人也许会和其他人有碰撞的地方，但几率远远小于他们自身所营造的以各种形式同境的概率。更何况，对这堆积如山的偶然，辟谣小能手和掰扯小达人，至今未发一语辩驳，似有默认之意。所以，结论是伯君一消是真的。但我要声明的一点，本文只是从科学概率的角度解析伯君一消真伪，却不会涉足这二人关系的表现形式。原因也有三：一、那是一个公民最神圣的隐私权，外人无权窥探，更无权干涉。是朋友情也罢，是同事情也可，是社会主义兄弟情也重，那都是人家私事，所以吾等也不必太过探头探脑。二、他们是成年人，而且比你我更透彻了解世界，洞悉人性。他们自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，自会知晓选择的意义以及面对的后果，所以自然也轮不到外人大惊小怪，指指点点。三、如果两个人起于毫末，相识相知于混沌，在谷底时互相支撑，共赴难关，在巅峰处相互砥砺，共享人世繁华，既可以在万众瞩目中熠熠生辉，也可以在人间烟火里唱念作答。万花丛中过，唯你是星辰；沧海扬帆行，唯你是遗珠。这只能出现在书本上的美好情感，如果真的能够在尘世开花，除了希冀和祝福，我们还怎能横加挞伐与指责呢？所以，不管命运让这两个人以何种形式聚首，就让我们放开胸怀，相信他们会笃定自己的前路。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，时光自会找到钥匙，解开过去未来所有的谜题，而你我只需静待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